没想到，居然还有那么深的隐情啊！这个周思涵的死和陈希贤还有间接的关系啊！现实比想象真的要残酷很多。喂，唠叨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找到郑成达了，刚给他录完口供，不过事情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是不是郑承志母亲的死跟郑承志有关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这个郑成达在我们警方的逼问下，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，他说了一大堆他哥哥的坏话。他的原话是：要不是看在老娘的面子上，就算他死10000次，自己也不会回家。那他有没有说他们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变成现在这样？郑成达说呀，他母亲一直都很好，身体呢非常的不错，走路也很小心。他坚信自己母亲的死不是意外，是他哥哥郑承志为了拿什么拆迁补偿款，故意把他母亲从楼梯上推下去的。哎，我说唠叨，你是真唠叨！你说那么多才说到重点。我们这边的情况跟你那边也差不多。刚才我们跟周家的人聊过了，周家父亲说，他女儿是在给陈希贤送钱去买毒品的路上被人给轮奸的，所以周家人对他恨之入骨。我之前也听说过，有的瘾君子，他们为了要钱，就丧尽天良的让嫖客去奸淫他们自己的女儿和妻子。这样看，两个受害人就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，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亲人才死的。也许这就是替杀害他们的原因。别愣着了，既然找到了共同点，就赶紧通知韩晨，否则来不及了。钥匙给我。party 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不知道呢。我在法国订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没到。怪不得看得那么眼熟。老大，第3个死者叫陈灿烂，去年因为酒驾肇事逃逸，但法院判他无罪。在民间传说，因为他家里有钱有势，所以找朋友顶了罪。当时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
还有网友专门建了陈灿烂的贴吧，在网上对他进行口诛笔伐。刚才我已经检查他的电脑，这个陈灿烂每天用 ID 在贴吧里和网友对掐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。哼，撞了人还这么装，这货也够奇葩的。按照 T 选择目标的规律，这个姑娘显然也是属于那种践踏他人生命、应该被社会性抹杀的类型。这和之前的2起案子都有共同处。可是 T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一个的选中他们的呢？3名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的交集，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同一事件里，只不过他们都符合 T 要杀的类型：自私自利、道德沦丧，而且他们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哎，你们说这 T 是不是把自己当上帝了？虽然说他杀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随便就给人能下死亡判决书的上帝，比那些可耻的人还可怕呢。还有，他是怎么从这么多人里边挑选出来符合他标准的猎物的？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容易做到，不过有一种方式就可以把 T 跟所有人联系到一起去。我知道了，小白，你说的是网络。Bingo。那可是除了之前陈灿烂的案子在网上吵得很凶以外，其他2名受害者可都是普通的市民啊。这个 T 又怎么知道这2个人身上就背着命案呢？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？韩神，我们是警察，当然是根据走访那些受害人的家属得到第一手资料了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当我们警方去找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的时候，他们却那么巧，都消失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周家的人跟郑成达背后都有别人指使？没错，我们可以去大胆的猜测一下，上一次的消失会不会也是同一个人的指使？那很简单，请他们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而且必须得分开审。周先生不用害怕，叫你来就是问一下您是否认识 T 这个人。T， 您是否认识 T 这个人 ？T 呀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谁呀？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个 T 和我女儿的案子有关系吗？我不认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要找他？听你父母说，你今年18岁啊？是19岁。19岁。啊，真是一个花一样的年纪呀！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跟我说说吧，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？谁？你说谁 ？T。你们关系应该不错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也不认识 T。司令，现在呢，有一个叫 T 的杀手，他拿着一把狙击枪，在狙杀这个城市的人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发现了3个受害人，包括陈希贤。你可能会觉得陈希贤死有余辜，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个 T， 他是一个职业杀手，而且心里有相当严重的疾病。也许他现在惩罚的是一些所谓有罪的人，可是我们不去制止的话，谁可以保证将来他会不会对普通老百姓大开杀戒？他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性。我知道，你呢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，你觉得
他帮了你，你想保护他，我都理解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果真的想帮他，你就应该把你所有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你也不希望他去犯下更多、更严重的罪，最后沦为一个真正的变态连环杀手，让所有人痛恨、鄙视他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和他是在长江白鹤 BBS 上认识的，除此之外，我对他一无所知啊。你们情况怎么样？郑成达交代了，他在长江白鹤的 BBS 上发过帖子 ，T 曾经在帖子下有过留言。一样，周司令也是在那个 BBS 上跟 T 认识的。小帅，哎，去把他们当时发的原帖都找出来。好，小白。这个就是周司令和郑成达在论坛里发的帖子。像这样的帖子，如今在各大论坛里已经很多了。经常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，所以只能将自己的冤屈和不平全部发到网上，渴望得到网友的关注和帮助。但是像这种帖子现在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除了那些共鸣多的帖子之外，大多数都无人问津。周司令的帖子一共有多少回复？差不多100多条吧，这在论坛里还算少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周司令曾经在论坛里提过，姐姐被轮奸的那天晚上回家之后，曾告诉过她在巷子里看到一个身影非常像陈希贤，所以姐姐伤心欲绝，便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。现在姐姐死了，她也没有证据，就算她想找陈希贤报仇也不行。所以她恳求网友们对这个丧尽天良的吸毒者进行声讨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其实大部分的网友还是表示支持和安慰的，当然，也有少数表示质疑还乱骂。他们说他无图无真相，只是为了在论坛博眼球而已。就在这个时候 ，T 出现了。他问：“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假话，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我明白了。几天之后 ，T 回复说：“他会受到惩罚。”你是谁？再之后 ，T 就没有再出现过了。他跟郑成达的聊天内容也极其相似。他询问郑成达内容是否真实。你说的是否真实？郑成达对天赌咒发誓的说，自己说的全部都是真的，没有任何私欲。他只是不忍心看着母亲不明不白，因为拆迁款被哥哥害死。我对天发誓，我说的一律都是真的。之后 ，T 又像之前一样，中间消失过几天。再之后，他回来回复郑成达说，他会受到惩罚。什么意思？这说明 T 不仅仅只是凭网友申冤的帖子就确定目标杀人，在采取行动之前，他一定会调查事情的真实性。小传，能不能查到1年之内 T 大概回复过多少这样的帖子？那只要将搜索条件编写成函数代码。就像这样，13个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保护的人是13个？错，是9个，其中4个人在这1年之内，不是死亡，就是入狱。入狱？哼，别说，这哥们儿还挺为民除害的。去找上级汇报，立刻全市布防。怎么样？
何啊？打击的，这样真是一个到此为止，后不对这样吧，我们之后吧。哎，真没劲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好久没打真人 CS 了。好的，在这儿。哎，对，我就说吧，肯定能够选上的。哼，加油！咱们野外真人 CS 大赛选上了啊 OK。就知道这事儿不可能不选我，又可以痛痛快快杀一场。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哪里胖了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输了？霞哥啊，我们被选上了。你看。天哪，奖金10万块！这次我们一定要拿到冠军。剩下的名额是给你们2个准备的，蓝尘白锦溪，就等你们俩了。来，干杯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最近上了部电影，好久没出来，待会儿咱们吃完去看电影吧。有电影特别适合你，特别好看。累。这里一切正常。我接到了。下站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OK。宝贝儿乖。怎么没回来呢？啊，累死了！几天加起来才睡了几个小时，这样子下去我会未老先衰的。未老先衰也没有办法呀，谁让你自己是刑警啊？啊？你说说你，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呢？而且还是从小的心愿。哎，算了，你想啊，长得好看的人里面，你最会抓贼；会抓贼的人里面呢，你又长得最好看，双料冠军，耶！啊，我这黑眼圈啊，真的，再严重下去啊，那个韩混蛋看见，不知道又会说我什么。说你什么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跟鬼一样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自己叽叽喳喳像个麻雀一样，还怪别人？麻雀？哼！我要是禽类啊，我也是天鹅。熊猫眼的天鹅啊，新品种啊。我就说嘛，你肯定会嘲笑我的。嗨，
我是女人，女人，偶尔保养一下有什么不对的？哼，大惊小怪。你是个女人啊，脸部表情小一点，小心你的眼贴掉。那么多明显的女性特征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哼，韩混蛋，韩混蛋，韩混蛋！我叫你韩混蛋，真的是没有叫错。西城都布控好了吗？大哥，你这转话题，是不是转的也太生硬了呀？放心吧，都弄好了。有2个目标住在西城区，所以小传和唠叨他们很早就去布防了。所有人忙得焦头烂额的，连觉都没得睡。你倒好，你在干嘛呀？我简直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。自己看吧。什么？你是想缩小范围？对。有发现吗？这3个点的附近，我们警方已经增派了人巡逻，而且加强了布防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下一个目标，肯定不会在这3个人中间。确实，明天选中他们的几率不大。犯罪心理专家，你有什么高见？哼，那我就先说说看了。先说这3个已经死去的受害人：郑承志，因为拆迁款害死自己的母亲；陈希贤背叛爱情，毁了自己的女朋友，简直就是个人渣；还有陈灿烂，肇事撞死了人，可是不愿意承担责任，找别人来顶罪。再看一看这剩下的7个人，其中1个被指控说虐待女儿，导致女儿被人绑架失踪；还有1个有外遇的人渣，他导致了自己的老婆精神压力过大，难产，母子双亡；还有1个呢，是因为工作的时候玩忽职守，造成了同事的意外身亡。可是自己呢，因为是领导的儿子，所以没有受到惩罚，找别人来顶了罪。这3个人跟郑承志、陈希贤还有陈灿烂属于同一类型，都是破坏家庭、背叛了爱情，不愿意承担责任。再看看这个人，他叫罗开舫，是蓝英中学的副校长。传闻他以前在郊县中学的时候，曾经猥亵过一个女学生，后来这个女学生意外身亡，调查没能继续。而他呢，因为教学的成绩还不错，就被调到了市里的中学来，还当上了副校长。为人师表，简直就是个人渣。惩罚呢，本身就带有警示的意味。T 不可能杀光所有这样的人，就算是他已经选定的目标，都不可能保证都能杀死。如果我是 T， 我就会去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人，这样才会更有威慑力。韩城同志，你觉得我分析的怎么样？是不是会突然觉得犯罪心理学还是很有用的？殊途同归而已。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刑侦照样可以推理得出来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哎，你承认一下犯罪心理学有用会死啊？想喝水，自己倒去。想喝水自己倒去，这么喜欢喝我剩下的口水啊？等一下，哼，是，虽然这个杯子是你的，可是我已经喝过了，你还抢回去干嘛？哼！我这个人呢，一向有始有终，这是我的杯子，所以我得把它喝完。就即使上面有我的口水，你也不介意吗？你喝的是这边，而我喝的是这边，口红的颜色不错。
很自然。你刚才不是说自己累吗？去会议室躺会儿，有事我叫你。冷静，冷静。我是谁呀？啊，我干嘛跟一个混蛋计较啊？哼，睡我都没容觉去。 麻烦让我过去，请让我过去，让一让，请让一让。你不是在找我吗？一支狙击枪，只要在人群里藏好，再厉害的神探也是防不胜防。Good luck。醒了。 我睡了多久？大概20分钟吧。本来想着冷面来送宵夜的时候再叫醒你。来吃饭了，老大，吃点东西。谢了。我才睡了20分钟啊，我觉得我睡了好久。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觉得好饿。你买了什么？ 来吃吧。做梦了？嗯。噩梦？算是吧。我梦见 T 拿着枪在追杀我。那还真是个噩梦。他在梦里跟我说，他就躲在人群里，我们防不胜防。这的确是我们目前的现状。你们说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你有新的想法了？犯罪心理专家。你们看，他在论坛回复的话，我知道了，他会受到惩罚。他虽然说的话不多，但是有2个非常鲜明的特征：第一，简明扼要，他不说废话。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性格应该是非常内敛的。说白了。 就是挺酷的，喏，这跟我们冷面很像。还有，他现在可以说是主宰着一群人的生命，可是他呢，好像从来就没有去强调过我这个主体的强大。继续。有些人，他们惩罚坏人，是为了要当英雄。 想博取一些社会的舆论，让自己出名；还有一些，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可以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利益，而 T 就是属于后者。他在回复里从来就没有说我会让你受到惩罚，他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个人主义色彩。那也就是说，他是个好杀手。好杀手。 这么形容不妥当吧？但是确实，比起坏杀手来说，他的境界要高一些。冷面，你再多吃点吧。你不吃了？吃不下了。你也不吃了？那我收起来了。还快？
再去睡会儿吧。嗯，我再去眯一会儿。睡不着？快了。韩混蛋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别再离开我，别再离开我。喂，喂，我说你刚才做了什么梦啊？我好心想给你盖件衣服，怕你着凉，你倒好，把我当贼啊，抓着就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做了个梦。你松了？干嘛害怕陈飞啊？我又不是说你耍流氓的。我去洗把脸。嗯。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梦。喂，喂，老大，你赶紧夸夸我，我知道 T 下一个目标是谁了。是那个中学的副校长，还是那个小贸易公司的老板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韩神就是韩神，这个东西都能猜到。老大，我和你说啊 ，T 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个中学副校长罗开放。我们已经找到他了，而且向他证实，前2天有人用红墨水打中他的左胸。我也问了后面几个候选目标，除了罗开放之外，没有人发生这种事情。老大，如果前3个死者都能开口的话，我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这种死亡通知书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通知大家先把罗开放保护起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哼，平时冷冷的、酷酷的，做个梦那么紧张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画一颗紧张的心。白锦溪，白锦溪，啊，走了，去哪儿？去看一下你这次有没有猜对。啊？
啊。罗副校长，请进。校长，这是新生入学的名单，您看一下。好，放那吧。那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嗯，好。我这里没有问题，一切正常。我这边也一切正常。到目前为止，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都中午了 ，T 到底会不会出现？喂，老大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20分钟前，有人在网络上发了一篇文章，爆出了这次连环狙击案的事，还称 T 是蓝城游侠。短短10几分钟内，那篇文章已经有了过万的点击率，被转载了上千次。现在整个网络都传疯了。还有，出现了新的死者，我正赶往现场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到。收拾东西，走了。看这个，蓝城正义的连环杀手就在我们身边。凡是法律和道德无法惩治的罪犯，都会得到蓝城游侠的判决。他是现代的罗宾汉，用以暴制暴的手段匡扶正义。还有底下这些评论啊，全都是为 T 叫好，还有声援帖。哎，我就发现，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？就这陈灿烂这案子里边，支持 T 做法的人可泛滥成灾了啊！帖子这么火，那 T 肯定知道咱们找出了被害者之间的联系，那就不会再按计划出现了。真是差一点就抓住这家伙了。也不一定，陈灿烂的案子本来在网上就很受关注，T 也许早就知道警方会顺藤摸瓜，找出剩下的那些人。你的意思是？也许 T 根本就没想杀那些人，他们只是个幌子。那他接下来的计划会是什么 ？T 身为一个职业杀手，他每次行动之前都会做万全的准备。他每选中一个人，肯定会监视。跟踪，这很需要时间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几个月前在 BBS 上发帖，直到前不久才行动的原因。可是现在他选中的这些人都被警方保护着，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再轻易冒险了。小帅，哎，你迅速去联系交管局去查那辆车，我们必须马上掌握 T 的行踪。好。这回死了2个，跟前面几桩案子一样，都是一枪毙命，可能是 T 干的。这就是2名受害者。华夏盛宝典当行，盛宝信贷公司。什么信贷公司啊？说白了就是借高利贷的。这个现场很好判断，冷面。当时2名死者应该正面对面坐着聊天，子弹从窗户射入，先是击中了背对着这名死者的后脑，导致他瞬间死亡。还没有等对面窗户这名死者反应过来，子弹穿脑而过。
再次击中了这名死者的心脏。整个过程当中的难点就是枪手算准了射击的角度和位置。可是这2位都不是我们之前判断的 T 要寻找的目标啊。而且我在 BBS 论坛上也查过，并没有这2个人还有这家公司的控诉。那么 T 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也很奇怪。